这个病毒太可怕了，感染者以为只是得了小感冒，不成想鼻子竟开始流血，很快眼球也变成白色。感染者们扎堆看病，可还没来得及见医生，他们就已经集体变异，被丧尸占据的医院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大家好，我是电影小雅，今天我们来看经典的丧尸电影《新丧尸出笼》。故事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一个名叫里德维尔的小镇。2小时前，军方突然宣布要在这里进行一场持续24小时的隔离检疫演习，小镇所有路口都被封锁。这个男人要送儿子去医院看病，却遭到军方的阻拦。就在男人准备硬闯时，从小在镇子里长大的萨拉下士认出了车上的男人。男人希望萨拉能行个方便，他年幼的儿子现在病得很重，要是再不去医院，恐怕撑不了多久了。然而萨拉并没有放行的权利，他告诉男人，军方已经接管镇上的医院，建议男人还是就近医治比较好。胳膊拧不过大腿，男人只好带着老婆孩子原路返回。萨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询问长官镇上出了什么事儿，是不是真的安全。可长官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严肃地命令萨拉，当务之急是要全面封锁小镇。之后长官接到一个电话，得知本该3小时前就进驻小镇的医生到现在都没有来报道。而另一边，萨拉的弟弟特弗雷对镇上发生的事还一无所知，他正和朋友在一处废弃的厂房里玩得不亦乐乎。不知为何，好朋友凯尔突然开始流鼻血，尽管声称只是过敏反应，但女伴却很反感，担心凯尔得了什么传染病，女伴宁愿走回家也不想坐凯尔的车。然而刚走进小树林，意外发生，女伴似乎遭到某种怪物的追击，仓皇逃跑时不小心摔下陡坡，伴随凄厉的嘶吼声，女伴被怪物抓住，撕成了碎片。萨拉即将进入小镇执行12小时检疫任务，为了看守小镇边界，他调来了一支小队，最后只带走其中一个叫巴德的新兵，好路上有个照应。萨拉打算先回家探望多日未见的母亲，谁知刚进屋就看到了刺激的一幕，弟弟特雷弗和女友妮娜竟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得火热。来到2楼，躺在床上的母亲似乎得了流感，萨拉准备带她去医院，可刚到楼下就从妮娜口中得知凯尔的情况。他回到家后一直都在流鼻血，直觉告诉萨拉，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他让特雷弗到2楼照顾母亲，他则带着巴德去凯尔家查看情况。赶到目的地后，萨拉发现凯尔家的门并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房间内悄无声息，映入眼帘的是被血染红的床单。突然，衣橱中倒下2具血淋淋的尸体，身上都有明显被啃食的痕迹。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凯尔的父母。至于凯尔，则下落不明。没见过大场面的巴德吓傻了，情况不妙，萨拉必须向上级汇报。可房间里根本没信号，两人火速离开，利用车上的军用通讯设备，萨拉总算联系到了长官。对此，长官并没有感到很意外，因为正是他下令切断小镇所有通讯的，直到军方控制住一切才能恢复正常。萨拉立即返回家中，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母亲竟和凯尔一样出现了流鼻血的症状。等赶到医院，这里早已人满为患，小镇超过1半的人都得了同样的怪病，发病时的症状和流感很像，但很快便会咳嗽和流鼻血。由于医疗资源太过紧张，萨拉只能先在医生那里登记母亲的名字，至于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接受治疗，没人知道。人群中，萨拉见到了长官，在他的带领下，萨拉见到了疾控中心的洛根博士。针对萨拉在凯尔家见到了2具尸体，他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就在2人交谈之际，外面的病人开始不对劲了。聊着聊着，萨拉的母亲浑身变得冰冷，紧接着身体突然僵化。妮娜的父亲也在医院，起初他以为是禽流感，安慰家人不要慌张，但很快他也变得如同木头人一般。原来病毒已经开始入侵感染者的大脑，没等妮娜反应过来，父亲变异，先是眼球变成白色，紧接着脸部迅速溃烂，伴随着嘶吼声，父亲变成了丧尸。躲闪不及，妮娜的母亲被丧尸父亲活活咬死。除了医院，小镇电厂里的工人也遭了殃，不知情的女巡警也被工人丧尸咬死。混乱中，电力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间丧尸病毒在小镇迅速蔓延。警察赶到凯尔家中调查，却发现失踪的凯尔就躺在地上，
以为他也死了。警察并没有提高戒备，结果被尸变的凯尔袭击。很快，医院变成丧尸的乐园，变异的人们不仅嗜血残暴，战斗力更是飙升，各种飞檐走壁，一般人根本不是对手。特雷弗带着妮娜翻越铁门逃了出去，而萨拉这边由于身边的丧尸实在太多，长官只能关闭通道大门，将大厅里的尸群挡在外面。就在他们护送洛根离开时，一旁涌入的丧尸扑倒长官后，将他拖进了病房。见状，其他人只好连忙撤离。慌乱中，巴德不小心弄丢了车钥匙，人也差点被丧尸咬到。好在危机关头，萨拉出现救了他。最后，三人有惊无险躲进药物室，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看着外面的停车场，萨拉发现长官的车就停在那里。当务之急就是找到长官，从他身上拿到车钥匙。三人之中，综合素质最高的非萨拉莫属，如此艰巨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到他的头上。萨拉顺着通风管道找到长官所在的病房，巴德放心不下，紧紧跟在身后。可这易受惊的体质，确定不是来当拖油瓶的吗？透过气窗，萨拉看到长官躺在地上。进入房间后，他还发现大兵黑哥也藏在这里。萨拉很顺利地拿到了钥匙，护送巴德和黑哥离开后，长官竟在这时候尸变。萨拉的脚被他死死抓住，拉扯的时候把长官也带到了管道中。更要命的是，逃亡途中萨拉一脚踩空，差点被下面的丧尸抓住。在长官杀过来的最后一刻，黑哥使出浑身力气把萨拉拽了过去。然而巴德在关闭气窗时，却被长官狠狠在手上亲了一口。萨拉拿来漂白剂浇了上去，担心巴德会尸变，黑哥一言不合就要开枪。萨拉连忙用身体护住巴德，命令黑哥把枪放下。一旁的洛根也表示，漂白剂可以杀死一切病毒。尽管如此，黑哥还是没改变主意。此时长官还在头顶上方吵个不停，不敢杀死正儿八经的领导，你个丧尸我难道还搞不定？带着满腔愤怒，黑哥一枪送走了长官。萨拉用人格担保，一旦巴德真的尸变，他会亲自解决。听到这儿，黑哥才勉强同意。随后他们带着刚制作好的燃烧瓶，打破窗户来到1楼，可刚落地便遭到周围丧尸的疯狂攻击。交战中不讲武德的洛根居然不顾萨拉等人的死活，悄咪咪开着长官的悍马扬长而去。眼看丧尸越来越多，萨拉只能速战速决，将点燃的瓶子扔向尸群。熊熊火光瞬间让不少丧尸原地火化。几人利用喘息的机会，成功找到一辆能开的装甲车。凭借高超的车技，萨拉甩掉了剩下来的部分丧尸。暂时摆脱危机后，几人开车来到街边一家武器店。安全起见，巴德留在车内。离开前，萨拉还特意绑住他的双手。然而他和黑哥刚离开，巴德便出现了流鼻血的症状。另一边，特雷弗和妮娜穿越危机重重的小树林，来到镇中心，看到广播室里有晃动的人影，两人决定到那里求助。此时街上溜达着不少丧尸，好在最后关头，两人成功进入房间。除了广播员，那对栽贬之初被军方逼退的夫妻也躲在这里。男人一眼认出特雷弗是萨拉的弟弟，便将失去儿子的愤怒发泄到特雷弗的身上。说话间，男人的妻子以及广播员都有咳嗽的迹象，女人却坚称自己咳嗽已经好一阵子，并非被丧尸病毒感染。广播室外，一只丧尸正通过扶梯不断往上爬，尽管爬到中间位置摔了下去，但这也预示着广播室里并不是绝对的安全。到底是继续留在这里等待救援，还是赶紧出去谋求出路？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就在这时，妮娜意外发现丢在垃圾桶里的餐巾纸上竟然有血迹。提醒特雷弗后，两人都变得格外警惕。妮娜更是拿出小刀逼问其他人到底是谁流的鼻血。广播员表示自己身体很好，他怀疑纸巾是一旁的女人丢的，不然他的身上怎么会有血？面对质疑，女人赶紧解释身上并不是自己的血，而是儿子尸变攻击护士时不小心沾到他身上的。女人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没有血。特雷弗再转头看向一旁的广播员，他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眼看情况不对，妮娜让夫妻俩躲远点。庆幸的是，广播员刚识别就被眼疾手快的妮娜干掉。事后，特雷弗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向外界发出求救信息，可惜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武器店里，萨拉和黑哥收获颇丰。当两人返回车厢时，却发现巴德已经尸变。
但奇怪的是，和其他丧尸相比，巴德显得很温顺，甚至像尸变前一样听从他们的指令。逃跑途中，萨拉听到广播里传来特雷弗的声音，连忙调转车头前往广播室。与此同时，特雷弗透过窗户看到母亲正在街上游荡。尽管妮娜认为他已经尸变，没有拯救的必要，可还是没拦住特雷弗。此时两人还不知道，广播室里的女人其实也已经感染。没想到打喷嚏没出血，居然是因为运气好。为了保护妻子，男人选择了隐瞒。眼前一幕让特雷弗彻底寒心，母亲早已变成残暴的丧尸，她面目狰狞地朝自己扑了过来。危急关头，萨拉开着装甲车赶到，顺势把母亲送上了天。得知广播室里还有一对夫妻，萨拉让他们赶紧把人叫下来。妮娜独自上楼，却在沙发后面发现男人惨不忍睹的尸体。还没反应过来，尸变的女人从背后发动袭击。千钧一发之际，特雷弗出现，两人合力才将女人推到楼下。事后，大家继续乘车逃亡。期间，黑哥很好奇，为什么巴德尸变后不咬人？萨拉认为，这可能与他生前是个素食主义者有关。感染者虽然尸变，但很可能还保留着以前的某些生活习性，甚至部分意志也被保存了下来。从巴德的眼神里明显看得出来，他还记得萨拉。很快，一行人抵达小镇边界，本以为能得到军方的救助，可没想到驻扎在这里的士兵居然也全部中招。因为保存了生前记忆，他们不仅行动极快，还会用枪，危险系数瞬间加倍。枪林弹雨中，大家只能火速逃离现场。在特雷弗的指引下，萨拉决定抄近道前往小镇外围。可穿越小树林时，还是发生了意外。凯尔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径直跳到了汽车引擎盖上，视线被挡，装甲车失控撞到了树上。萨拉开枪杀死凯尔后，却对巴德不离不弃。黑哥很不理解，并且大为震撼。显然，萨拉和巴德早已经互相爱慕，但萨拉还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声称对付丧尸的时候，说不定巴德大有用处。失去仅有的交通工具，夜间步行又不安全，幸好特雷弗经常去玩耍的飞机厂房就在附近，于是一行人决定到那里过夜，等到天亮再从长计议。然而刚安顿下来，狮群便发现他们的踪迹，乌泱泱涌入厂房。为了拯救大家，巴德不停吼叫，吸引了众多丧尸。萨拉则趁此机会带着大家逃到厂房的地下室，万万没想到这里别有洞天。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他们找到了洛根，碎纸机里的文件以及电脑上的视频资料都说明这里正是军方的秘密实验基地。枪口之下，洛根终于坦白，几天前他和另外几个专家接到军方任务，开展一个名为野火计划的秘密实验，目的是研制一种能麻痹敌军大脑神经的生化药剂，有了它，美军就能不战而胜。可没想到，病毒在实验过程中发生变异，先是基地里的人被病毒感染，他们尸变后又将病毒传播到了小镇。洛根之所以逃过一劫，是因为危机爆发时他正在华盛顿做报告。那么黑哥他们为什么没被感染呢？对此，洛根给出的解释是，有些人天生抵抗力强，而那些被感染的人则是无药可治。说话间，外面传来丧尸的声音，此地不宜久留。几人刚出门，就在通道里遇到一只尸变的研究员，一通乱射，研究员并没有死，而是躲进了通风管道。洛根告诉大家，这位研究员是整个团队中的智商担当，如果丧尸真的能保留生前的某些特质，那么这回要完蛋了。随后几人沿着通道继续寻找出口，结果殿后的洛根就被突然出现的研究员抓走了。等到大家发现不对劲，洛根已经凉透了，迟迟找不到出口。特雷弗提议4人分成2组单独行动，但很快黑哥就被丧尸围攻领了盒饭。萨拉成功逃脱，和特雷弗会合。活下来的3个人误打误撞来到燃料室，眼前这一排铁罐都是导弹推进器。萨拉灵光一闪，只要把它们变成巨大的火焰喷射器，外面的狮群就不足为患了。他们将推进器对准门口，随后萨拉独自出门，要把所有丧尸引到这里。谁知竟和聪明的研究员丧尸狭路相逢，萨拉明显不是对手。千钧一发之际，混在狮群里的巴德为了拯救萨拉，竟然朝着研究员开了一枪，可惜并没有将对方杀死，反而被恼羞成怒的研究员反杀。之后，萨拉将狮群带到燃料室门口，见时机成熟，特雷弗和妮娜默契配合，成功点燃推进器。瞬间，狮群被熊熊燃起的火焰烧成了灰烬。
故事最后，整座小镇只有萨拉姐弟和妮娜3人逃出升天。他们驶离小镇，到外面寻找更加安全的避难所。作为一部丧尸片，故事情节现在来看并没有太多亮眼之处，不过加入生前意识这个设定还是蛮有意思的，尤其是大兵巴德的部分，看得出来他对女主是真爱了。其实这条故事线如果能好好挖掘一下的话，说不定就成了一部温情丧尸片了。总而言之，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啦。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